谁也想不到，在高手云集的新世界里，居然还有赏金猎人的存在。草帽团在新世界海域突遭一群赏金猎人的袭击，一会儿火箭飞行兵营的家伙将桑尼号团团围住，疯狂射击。这就是号称新世界最强的赏金猎人西德尔公会。大名鼎鼎的第五皇路飞和他的草帽团刚踏进西德尔公会的地盘，就被西德尔给盯上了。西德尔公会的这些火箭飞行兵攻击力不强，但是十分难缠，打到一批立刻涌出来另一批，打的草帽团颇为头疼。西德尔手下两员干将脏比尔头和 A 妹妹使用飞行器冲了过来，接着发射出一雷偷袭桑尼号。桑尼号腹背受敌，难以招架。弗兰奇将船上所有的可乐集中一起，启动风来炮，驾驶着桑尼号冲出了火箭飞行兵的包围圈。这一战让桑尼号损伤十分严重，正巧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岛，弗兰奇将桑尼号停靠在小岛附近进行维修。路飞发现这是一座到处都是碳酸的岛屿，说不定在岛上能找到可乐来给桑尼号补给燃料。于是路飞向娜美要了钱，独自一人登岛去寻找可乐。另一边，世界著名庆典策划大师费斯塔偷偷联络上了西德尔，邀请他来参加自己举办的海贼世博会。这场盛大的海贼聚会中，不仅将汇聚新世界各路有头有脸的海贼，还有曾经的传说级人物道格拉斯·巴雷特也会参加。这是赏金猎人西德尔大发横财的机会。西德尔听完十分兴奋，不过他告诉费斯塔，价值15亿的草帽团路飞恐怕不会参加这个庆典，因为草帽团将会在此地被自己的军团干掉。既然草帽团让自己遇上了，自己是绝对不会将他放走的。路飞登岛后遇到了一个骑着粉红色河马的婆婆，花了150贝利买了一瓶碳酸饮料。婆婆告诉路飞，想买正统的可乐需要到岛上的工厂里去，不过那里是西德尔公会的地盘，十分危险。岛上的男人们都是被带去了工厂，再也没有回来。路飞告别了婆婆，向工厂走去，没走出多远就遭遇到了西德尔公会的脏辫头的渡劫袭击。脏辫头率领了一群骑着河马的杀手，将路飞团团包围，然后拔枪就打。路飞躲过枪手们的攻击后，跳起身来，一拳一个将他们一顿揍。明明这些对手弱得像菜鸡，路飞一个霸王色就可以全部解决，但是路飞依然演出卖力又拼命的样子去战斗，过于浮夸的演技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路飞躲过小兵攻击，脏辫头却使用一招混合碳酸饮料攻击，直接把路飞喷射到了悬崖下面。路飞顺着一个喷泉口掉进了地下的河道里，顺着河道然后来到了一个泳池一样的地方。在这里，路飞十分巧合地遇到了正在洗澡的大美女女帝汉库克。汉库克看到是路飞，激动的双眼直放光。他也没有解释一下为什么自己会在女儿岛以外的一个陌生岛屿上洗澡。这时，脏辫头带着一群手下追击过来，得知路飞正和海贼女帝汉库克在一起时，脏辫头得到了西德尔的命令，准备把路飞和女帝汉库克一起干掉。我们也不知道这种什么果实能力都没有，既不会霸气也不会溜实的小喽啰哪里来的信心，居然坚信凭着自己和手下的这群杂牌兵就能够干掉新世界第5皇帝和一个七武海，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不自量力吧。女帝的2个妹妹在浴室外阻拦，脏辫头不知死活，命令手下一起攻击，终于闯进了汉库克的沐浴间。杂牌兵们举枪射击，路飞勇敢地挡在了女帝前面，把那些碳酸饮料全部拦了下来。汉库克也没和这帮小喽啰客气，突然从水中站起身来，算是白白给这些不久于人世的杂牌兵们免费送了一波福利。然后汉库克使出俘虏之剑，将所有的小兵石化。脏辫头不得不说还是有两下子的，在女色面前能够控制住自己保持清醒，躲过了女帝的石化剑。这时候女帝的2个妹妹也从门外冲了进来，脏辫头两边受敌，形势不妙，于是他使出了一招碳酸瓦斯，将身上所背的毒气全部释放出来，毒气瞬间蔓延。路飞丢下其他人，抱起自己的小迷妹汉库克就逃。逃到安全地带后，路飞继续向工厂方向冲去，汉库克则紧随他后。西德尔听说路飞和汉库克正在赶往可乐工厂，十分兴奋，决定亲自前往，启用自己的秘密武器来一场大狩猎。从他表情来看，他应该是对自己的秘密武器十分有自信，甚至坚信自己可以凭借这个装备打败道格拉斯·巴雷特。那么这个如此之牛的秘密武器到底是啥呢？我们继续往下看。路飞和汉库克正在赶往工厂的路上，遭到了西德尔的攻击。西德尔从天而降，将地面锤开一个深坑，接着他手下的杂牌兵们将路飞和汉库克团团围住。西德尔单纯的认为对方只有2个人，自己这方可有上百人，上百人对战2个人，那干掉他们简直是绰绰有余啊！
于是希德尔十分骄傲地说，路飞和女帝二人的人头就由希德尔工会收了。而在海岸那边，希德尔工会的军队将桑尼号团团围住，一副随时把草帽团团灭的气势。结果这群杂牌兵们被草帽团狠狠揍了一顿，被打得嗷嗷直求饶。小岛山顶的工厂发生骚乱，引起了山治等人的注意。不用看，一想就知道是路飞搞出来的动静。路飞此时正与希德尔激战，希德尔一个重拳被路飞用武装色扛了下来。接着二人就是最传统的干架方式，互相出拳对殴。希德尔的另一个干将 A 妹妹则带领了一群小弟赶来支援，包抄女帝汉库克。汉库克也没惯着他，一个俘虏之剑将所有小兵击落。A 妹妹和汉库克一顿嘴炮攻击，吹嘘自己一伙多么强大，多少能力者都是败在了希德尔军团的手下。汉库克不想和他多废话，一个唇枪射击 A 妹妹弹跳躲开，然后使用碳酸剑劈向汉库克，汉库克轻松躲到一边。这时汉库克的两个妹妹和希德尔的手下脏辫头全部赶了过来，希德尔这边明显人数占不到优势，只好认怂溜回工厂去拿装备。作为海贼猎人，希德尔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在巴雷特从推进城越狱不久后，希德尔在新世界与巴雷特打了一架，希德尔被巴雷特摁在地上一顿揍，险些丢了性命。至此以后，希德尔的心中对能力者和海贼产生了深深的恨意，他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巴雷特在内的所有海贼。路飞一个橡胶弹射直接冲进了工厂内部，而女帝和两个妹妹则留下来对付希德尔的两员干将。工厂里，希德尔穿上了引以为傲却丑的一批的战甲，得意地说，正好拿路飞给战甲做试验，就当做是打坐巴雷特前的热身运动。但我很想说，这句话应该是路飞的台词吧。路飞追进工厂后横冲直撞，到处找希德尔，结果偶遇了一群士兵。士兵们见路飞强的实在可怕，直接放弃抵抗，求路飞解救他们。原来这群士兵就是骑着粉红河马的婆婆所说的那些进到工厂里消失的男人们，他们是被希德尔以家人做威胁，强制留下来给希德尔做杀手的。希德尔穿上战甲走出来，其实就是一套背后有4个碳酸饮料水桶的装束，看起来就好像农民伯伯准备夏天喷洒农药一样。希德尔还很自豪地和路飞炫耀，这一身究极装备是为了打败魔鬼继承者巴雷特特意研发的。路飞听完也是一脸懵，可能心里在想，巴雷特到底有多废，居然要靠这种东西打败。工厂外，动画组为了拖时间，女帝和希德尔的两个手下竟然硬生生对视了20秒。接着脏辫头发起攻击，女帝躲开后一招方向脚直接踹在了脏辫头的脸上，瞬间秒杀。A 妹妹操起碳酸剑劈过来，女帝一脚踢中她的腹部，再次秒杀。A 妹妹被干掉前还十分惊讶，哽咽着说，我居然会被干掉，临死前也无法接受自己是一个龙套这个事实。希德尔将手臂上的2个水桶启动，2个水桶护腕就像搅拌机一样旋转起来。接着希德尔利用碳酸喷气飞了起来，冲向路飞。路飞躲也不躲，直接用脸扛下了希德尔的攻击。希德尔再次进攻，他的拳头除了会旋转之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弱的一批。路飞甚至都不屑使用武装色，大概是为了显示出希德尔并没有那么废。导演安排路飞使用了2档，然后用机关枪去打希德尔，全部被希德尔躲过。接着希德尔又是一招重拳，虽然这没有武装色的拳头打在橡胶人路飞的身上和棉花糖的威力差不多，但是路飞为了配合他的演出，竭尽全力的发出惨叫，然而被希德尔打到了工厂外面。希德尔将路飞打倒在地，然后一拳接着一拳疯狂的殴打路飞。路飞用双手默默地抵抗着希德尔的拳头，心里在想，时间拖得差不多了吧，然后从地上跳了起来，启动3档附加武装色效果。此时的希德尔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依然幻想着自己能够打败路飞和巴雷特。他跳起来了，如同一只顽强的跳蚤。注意，他出拳了，他出拳了，他的拳头在旋转，仿佛一台搅拌机。他用他的搅拌机硬刚了路飞3档，这个画面实在是太残暴了。身为武皇的路飞居然一点水都没放，一拳将希德尔放倒。弱小可怜无助的希德尔被打得脸都变形了。此时的路飞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希德尔被这一拳打得恢复理智，不要再去找巴雷特送人头了。这时从天空飘下来一张纸片，路飞捡起来一看，居然是海贼世博会的请帖。不得不说，菲斯塔在看人这方面还是很准的，他早就知道希德尔这种只会吹牛的人在路飞手下活不过2集。接下来最让他期待的旷世纪大战，路飞对战巴雷特即将上演。菲斯塔激动地站起来，赶紧着手安排让2个人干架。路飞干掉了希德尔，希德尔工会控制的工厂无人管理，于是草帽团打劫了工厂许多可乐，这样就可以用好长一段时间了。路飞向全员通报了参加海贼世博会的事情。
罗宾爆料说，听说作为娱乐节目，此次世博会还有罗杰的寻宝活动。众人听到这个消息，顿时炸了锅。路飞激动的命令全团火速赶往庆典地点。同一时间，罪恶时代的超新星、王下七武海、各路海贼精英全部向着同一个目标——德尔塔岛进发。在那里，除了有宝藏、名酒、美女，还有一个恐怖的生物等着诸位。这就是《海贼王》剧场版《狂热行动》的前传了。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